什么声音？完了，支付宝坏了，它不动，我操！补起来了！我我无敌了！我操！完了！哎，这个直接开了啊！关注我们频道的同学应该都知道啊，我们最近拍了一期年度横评，买了13台不同品牌的 RTX 5060游戏本进行对比，看谁的表现最好。测完之后，我们发现这些电脑里面谁最强已经不重要了，因为更离谱的是，这13台电脑里居然有3台是残次品。考虑到他们都是在京东自营品牌官网购入的，万一我们没做这期节目，那这13台电脑被普通消费者买走，就得有其中3位买到次品，次品率高达23%啊，这个几率也太高了吧！这时候我就在思考啊，虽然我们每年都要测试160多台电脑，但是我们碰到了残次品的情况远没有这次横评里遇到的那么频繁。既然碰上了，我们肯定不能当做无事发生啊！所以说，我们自费从国内各大电商平台一次性购入了40台笔记本电脑，在4个品牌里各挑选了1个型号，每一款从3大电商一共购买10台，进行对比测试，看看它们的性能、品控到底有没有问题。那究竟是之前的运气差，还是电商平台的大货出品本来就不稳定呢？游戏本品控对比测试现在开始。这次我们会针对性的把所有可能的坑都踩一遍。验机最先要看的就是外观，所以第一部分我们会拆箱，按照流程化操作，每一台机器都从运输箱取出之后，检查包装箱是否完整，有没有挤压变形。包装箱通常也有标签，我们逐一核对标签上的机器配置信息、序列号是否多码合一。我们给每台机器编号，注明购买平台和 SN 码，在接下来的流程里方便追踪机器来源。同时，我们为每一台机器准备了拆箱外观检测报告，记录当前流程的测试结果，方便统计。接下来检查机器的配件，包括适配器、说明书、3毛凭证等是否齐全完好。随后，我们会对机器 A、B、C、D 面、边角、螺丝孔以及接口等位置进行检查，判断机器是否为新机的同时，找出机器是否存在瑕疵。像我们之前5060横屏碰到的喇叭没开孔，在这个环节就能发现了。在外观检查结束之后，下一环节我们会检查机器的外设。首先是不插电尝试开机，看笔记本是否正确处在运输模式上，然后插电开机，跳过登录界面进入系统，核对机器本身的配置与购买的配置是否相同，检查 Windows 系统的激活状态，来确定机器是否全新未激活。接下来进行外设部分的检查，包括屏幕是否有坏点，适配器供电是否正常，键盘、触控板是否正常工作，灯光是否正常，扬声器有没有破音，接口外接硬盘是否正确识别，以及传输速度是否正常，来判断机器在功能上是否合格。经过了这么多台电脑的开箱，我们拿到了这些检测报告。简单总结就是，部分机器的品控表现相对稳定，有问题但都是小问题，但是部分机型的品控表现参差，不良率挺高的。我们按照型号逐一往下看。首先是联想斗战者战7000，战7000在拆箱外观部分的表现算是比较好的。1、2号天猫购买的机器在拆箱和外观上并没有发现问题。3号、4号机在拆封之后，机身有一些比较清晰的痕迹，有点像静电附着在机器上的污渍，用力擦拭之后消除了。4号机的封箱贴有翘起的情况。7号机我们在验机时发现转轴有异响，但是在磨合了一阵子之后，异响消失了。8、9、10号机，它的电源按键装配时有偏差，不完全居中，其中8号机的电源电饭锅线一端有轻微划痕。总体来看，战7000在外观上的不良率较低，电源按键不居中呢，只在部分机型上出现，对使用没有太大影响。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惠普欧盟暗影精灵11。从1号机我们就发现一个比较明显的问题，
它的适配器有一圈亮面部分，原本是由一层塑料膜包裹的，但是拆开塑料膜之后，我们发现新适配器上居然有明显的指纹痕迹，甚至有不规则划痕。由于我们的检查人员是佩戴手套进行验机的，不可能是开箱后留下指纹的。最离谱的是，我们这次拆封的10台暗影精灵11里，所有电脑的适配器均有不同程度的痕迹，无一例外。考虑到10台机器全都是摸摸机的概率实在是太低了，我们猜测可能是出厂包装的时候没有按照规范佩戴手套导致的，这一点要提出批评啊。OK， 那除了适配器的问题，我们来单独看一下其他部分。1号、3号、6号、10号机一切正常。2号机转轴有轻微异响，并且多次开合后并不会消失。4号机机器尾部上方有摩擦痕迹。5号机按压机身右侧底部会出现异响。在后续环节检查时发现地壳前侧中部的卡扣出厂时没有扣好，外力挤压导致了底盖变形，所以说按压会出现异响。7号机拆箱时脚垫有白色脏污痕迹，擦拭后可以消除。7、8、9号机的折叠网口特别松，晃动时有咔咔响。8号机转轴处有轻微的痕迹。从统计上来看，暗影精灵的品控表现相对一般，在不良品中，4号机、8号机外观上微瑕，而且是不可通过擦拭清除的。7号机可以通过擦拭清除，而转轴异响只能进行换货处理了。接下来看华硕天选6 Pro， 天选6 Pro 的1、4、5、6、7号机在外观上没有品质问题，而2、3、9、10号机我们发现有同一个相对严重的品质问题，就是触控板的边角位置按压没有反馈，能按下，但是听不到它触控板触发时候的咔嗒声。理论上触控板是有故障的，我们会标记并在下一个环节做进一步验证。有趣的是，这4台机器的适配器电饭锅线插头处都有一个白色的绝缘保护头，似乎是同一批次生产线生产出来的，而其他6台没有这个保护头。除了这个触控板问题，8号机的 C 口处有轻微的磕碰瑕疵，其他就是一些包装箱上的小问题了，比如运输破损、留有残胶之类的，都不影响使用。从这个结果来看，天选6 Pro 碰到的问题还挺严重的。触控板的按压无反馈，应该是生产线装配失误导致的，也属于品质不及格了，出现的概率为40%。最后10台是机械革命的极光 X。首先，这次开箱的每一台机械革命极光 X， 它键盘的方向键上数字 number 0之间的位置均有轻微的凸起，凸起会导致部分机器按压该区域周围按键时，其周围的键盘看上去也同时在动。我们推测有可能是机器装配时有部件顶到了键盘的这个位置导致的。等完成测试之后，我们通过拆解来看一下能不能找到问题的根源。同时我们会记录这一部分，并在下一环节里确认按键功能是否正常。除了这个问题以外，其中有3、5、8、9号机器，它的转轴在开箱时有明显的异响，但是在经过反复开合多次之后，异响会变小或者消除，不影响使用。综合我们本次的开箱，实际来看良品率并不乐观啊。开箱的机器里，从外观判断是否二手或者摸摸机的难度呢还是挺大的，我们会把它放在下一个部分核验。以完美外观的标准来评估，40台电脑里只有15台符合预期。假如抛开不影响使用的共性问题，以及格的标准来看，及格率为87.5%，有5台电脑的外观是不及格的。看完了外观部分，各位觉得到目前为止的品控表现符合大家的预期吗？说实话啊，我觉得出问题的概率已经远远超出我对这次视频的预期了。而这只是拆了个外箱啊。接下来我们的品控质检还在继续，我们会逐一开机验证机器的系统、外设功能是否正常。首先是联想斗战者战7000，非常幸运的是，我们买到的10台斗战者里，所有外设部分的功能均为良好，屏幕出厂没有坏点，功能方面品控过关。接下来是惠普的欧盟暗影精灵11，刚打开1号机，我们就发现屏幕右上方这一处有一颗红色的坏点，在橙色、绿色和白色背景下是能明显看到的。坏点是屏幕在生产或者使用中可能产生的坏像素，没有办法完全避免。就目前我们测试的大部分电脑来看，笔记本因为屏幕尺寸小，品控管理其实会比零售的台式机显示器严格，遇到坏点的概率来说相对较小。5号机检查人员也发现了坏点，在屏幕上边框中下4公分左右的位置，在白色、红色和蓝色底下可见。
而4号机、5号机和9号机屏幕的装配似乎出现了细微偏差，导致左右侧的黑边间距不同，强迫症看着会比较难受啊。第8台机器的接口有故障，连接移动硬盘有概率会出现不认盘的情况，并且这10台暗影精灵11的 USB-A 接口都比较紧，每次确保完全插入都要用很大的力气。那除了上面提到的，其余机器都没有异常。接下来是华硕天选6 Pro， 我们先验证了一下上一环节发现的触控板边角按压无反馈的故障，实际开机进入系统之后，触控板对应的区域按压确实不生效，无法触发。除了已知的触控板问题，2号机的屏幕中下方位置，检查人员发现有一个坏点，其他机器都顺利通过了外设检测。最后10台是机械革命极光 X， 还记得外观环节我们发现的键盘同样位置有凸起的情况吗？我们在4、5、6、7、8、9号机上发现，对应位置的背光颜色和其他按键不一样，青蓝色的默认背光会偏绿，但是没有办法确认是否和凸起有直接关系。在这里插播一下测试完成后我们拆解时发现的情况，极光 X 的 C 面和键盘是通过热熔塑料柱的方案固定的，但是 C 面对应凸起塑料柱的位置和对应底孔的板位好像不太兼容，两处原本应该融化用于固定金属板的塑料柱反而顶到了键盘的 PCB 板，这也许就是导致键盘凸起的主要原因。而且键盘是出厂时就跟 C 面一体的，要是不更换总成的话，这个问题估计自行解决是比较困难的。那除了键盘凸起的问题，6号机的屏幕中间有一处坏点。当我们以为终于结束了的时候，验证到第8台极光 X 时，突然发现机器第一次不插电按开机键就能直接开机了，没有处在运输模式上。而后面同样来自一个平台的9号机和10号机也没有运输模式，第一次不插电就能开机了。哎，难道买到了2手摸摸机了吗？我要烟牌。我们进入到系统之后，尝试拉取这几台电脑的电池使用报告，它可以准确告诉用户笔记本电脑在之前的一段时间里通电了多长时间，具体是在什么时候通电的。但是这3台电脑只在对应的出厂日期之前进行过通电，从报告里显示出厂后并没有任何电池的通电记录，这就意味着这台电脑理论上是一台出厂后未经使用的全新电脑。但这前后不就矛盾了吗？进一步我们发现这3台电脑的 C 盘盘符名称、控制中心软件的版本和之前几台机器都不一样，似乎是出厂之后采用了不同的镜像安装的系统。不过基于目前的事实依据，我们没有办法判断这3台电脑是全新还是2手，或者是经历过什么。各位观众可以在弹幕和评论区里留下你的猜测。OK， 质检环节的第2步开机验证功能到这里就完成了。现在我们可以做一个阶段性总结。联想斗战者战7000这10台机器我们没有碰到问题，一方面也许是运气特别好啊，另一方面抽检10台也没有出现差错，能一定程度上反映品控相对稳定。惠普欧盟暗影精灵11的表现不佳，2台机器屏幕有坏点，其中的1台和另外2台的屏幕装配有偏差，还有1台 USB-A 口随机不认盘。华硕天选6 Pro 的情况最糟，4台机器的触控板功能不正常，其中也有1台碰到了屏幕坏点。机械革命极光 X 灯珠颜色偏差，从我个人的感情上来说，只要功能还可以正常使用，顶多算是瑕疵啊。但是最后3台机器没有运输模式，反倒是比较离谱的。毕竟咱是在天猫购买的原封机器啊，为啥会碰到这种情况呢？到这里，我们的开箱和功能验证部分就大致完成了。40台机器里面，我们碰到的问题真的是不少啊，从屏幕坏点到机身凸起，还有触控板不良，还碰到了3台没有运输模式的疑似2手机。看来作为普通消费者，想买一台全新的没有问题的笔记本电脑还是非常不容易的。外观功能验证完了，那它的内部部件、性能、散热表现是否能拉平对齐呢？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内硬测试、性能测试、散热测试环节。同一个型号的笔记本，屏幕、内存、硬盘和无线网卡经常会有混用的情况，也就是大家俗称的抽奖。先来看屏幕，联想斗战者战7000这边10台屏幕的面板都是统一的京东方出品，没有混用，还不错啊。但实测的最大亮度还是有一点区别的，最低的一台577尼特，只能达到最高一台的 92.6%， 色准也有差异，最大 Delta E 从 2.05 到 3.95 都有，最大 Delta E 都快到4了啊，表现一般。然后是惠普欧盟暗影精灵11，
它就开始出现面板混用的情况了。10台里面有7台来自京东方，3台友达。最大亮度上，友达屏幕是523到533尼特，京东方屏是548到611尼特，京东方明显更亮一些。色准也是友达更差，最大delta E在5左右，而京东方普遍是3点几，最大的一台也只有4.47。看来暗影精灵11的屏幕确实是要抽奖啊。接下来是华硕天选6 Pro， 天选出现了3种屏幕面板，其中8台是华星光电，1台是京东方，1台是天马。亮度方面，华星之间的差距比较大，最亮能够达到485尼特，最暗的一台还不到400尼特，一眼睛的差距啊！而且屏幕偏暗不只是这一台，3号机其实也偏暗，可能是同一型号但是批次不同导致的。采用天马屏的10号机亮度也比较低，京东方屏的9号机则是正常表现。色准方面，华星屏的8台整体表现一般，最大delta E有3台超过了4。天马和京东方屏的2台则好一些，没有超过3。最后是机械革命极光 X， 它也是华星光电和京东方2种面板，亮度的区别比天选6 Pro 还要大。华星屏的6台亮度都在500尼特左右，最低的是496尼特，而京东方屏则是在600尼特左右，最亮的有619尼特，是最暗的华星屏的125%。这么明显的差距，卖同一个价格，如果让我抽到屏幕暗的那一台，我肯定是要抗议的。不过华星屏并非一无是处，它的色准表现比京东方屏要好一些，最大delta E在2左右，而京东方屏的最大delta E在3.39到4.16。2种面板的极光 X 都带有校色文件，所以说平均delta E比前面的3位要好一些。整体来看，屏幕这块确实是混用抽奖的重灾区，4个型号中只有斗战者战七千没有被抓包。个人认为色准对游戏本的影响不大，但是亮度动不动差100尼特以上，在实际使用中会有明显的差异，我觉得是有些过分啊。再来看一下硬盘、内存、网卡的情况，依旧从斗战者战七千开始，硬盘有德明利和万润2种品牌混用，均为 TLC 颗粒。从 CDM 的跑分来看，性能相差不大。内存方面则是有实创意和精存2种，同样是知名度较低的品牌。内存和硬盘的型号没有固定搭配。另外，我们去年还测到过采用神可内存的战七千。从跑分来看，内存在性能方面区别不大，无线网卡呢没有混用，均为瑞昱的8852BE， 规格上支持 WiFi 6，但是网上呢有断流的反馈，分屏不是特别好。再来看一下惠普欧盟暗影精灵11，它的硬盘也出现了混用，三星 PM9C1B 和铠侠 BG6。顺序读写上 PM9C1B 要好于 BG6， 而 4K 写入部分2个盘都存在一定的个体差异。内存有2种，9台都是三星，只有1台是海力士，读写速度没什么区别。无线网卡都是联发科的 MT7922， 支持 WiFi 6E。下面是天选6 Pro， 硬盘也是2种混用，其中7台是三星 PM9C1， 3台是海力士的 PVC10。顺序读写上 PVC10 明显更强，而在 4K 随机读写上则是比 PM9C1 略强一点点。内存是8台三星2台海力士，跑分没什么区别。无线网卡有2种，瑞昱8852CE 和英特尔 HR211。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这几台无线网卡和硬盘型号是绑定的，3台 PVC10 硬盘的机器都是 HR211， 如果抽到的话就赚麻了呀。最后是机械革命极光 X， 极光 X 的硬盘只有1种，就是长江存储 PC41Q， CDM 跑分一般，而且是 QLC 颗粒。内存是有美光和海力士2种，跑分也差不多。无线网卡都是 HR201。小结一下，这部分差别比较大的主要在硬盘和无线网卡上，其中个体差异比较大的是天选6 Pro， 天选呢是好硬盘配好网卡，一般的硬盘配一般的网卡。暗影精灵和极光 X 抽奖的情况则要少一些。接下来进入到核心性能测试。CPU 部分，我们采用 R13循环测试多核性能。战七千的整体表现比较均匀，除了4号机明显高一些，其他9台机器基本上维持在34000到34600分这个区间，上下差距还不到2%。单核性能我们还是用 R13单线程来测试。10台战七千中，最低的8号机和最高的6号机相差 2.6%， 还可以。GPU 方面，我们还是测试了 TimeSpy、Firestrike Extreme
DeoNomad Lite 和 Superposition 这4个项目。斗战者战旗签的 Time Spy 集中在12400分出头，有2台机器略低，最低的3号机和最高的8号机相差 1.47%， 属于误差范围内。FSE 则是15600分左右，最高的依旧是8号机，最低的换成了9号机，相差 1.48%。DeoNomad Lite 和 Superposition 我们也测试了一下，整体差距不大，大家可以自行参考。然后是暗影精灵11，它的 R13 循环成绩就出现了一些端倪。从图中能明显看出来，3号机和5号机波动比较大，中间会有几轮明显跌破平均值，而10号机则是一直都比较低。如果按照平均28100分去和最高的1号机相比，差距大约 4.5%。而 R13 单线程的差异则比较小，最低的2号机和最高的6号机差距相差约 2.4%。GPU 方面 ，Time Spy 中最低的7号和最高的1号相差约 2.14%。另外，大家能发现暗影精灵11的整体分数都比战旗签要低，这个在之前的评测里有提到过，是暗影精灵11默认频率曲线较低导致的。如果想拉平，需要手动进行超频。FSE 中最低的换成了5号，最高的是9号，相差只有 1.38%。DeoNomad Lite 和 Superposition 的差距也不算大。下面是华硕天选6 Pro， 从 R13 循环来看，3号和10号明显比其他几位高一档。最低的8号机整体在28700分左右，3号机在30300分左右，相差约 5%。R13 单线程这边最低的1号和最高的6号相差 3.57%， 这个差距比战旗签和暗影精灵11都要大一些。GPU 部分 ，Time Spy 中10台都在12500分左右，最高的是4号，最低的是5号，相差 1.9%。FSE 中最低的换成了6号，最高的换成了8号，相差 1.87%。另外2个项目大家可以自行参考。最后上场的是极光 X， 在 R13 循环测试中，4号和8号的分数明显比其他另外几台低一些。表现最差的8号平均是22900分左右，相比最高的6号差距约 6%， 幅度比战旗签、暗影精灵11和天选6 Pro 都要大。R13 单线程这里也是8号最差，不过前面倒数第2的4号机反而成了最好的，它俩相差 1.61%， 不算明显。再来看一下 GPU 的成绩 ，Time Spy 得分最低的是3号，最高的是10号，相差 1.19%。FSE 里最低的换成了4号，最高的依旧是10号，相差 2.25%， 略高。DeoNomad Lite 和 Superposition 里差距都不大，可以看出10台极光 X 之间的 GPU 跑分差距很小，不过10号机一直是最强的那一个，4冠王。总结一下理论跑分的结果。本次测试的4个型号中，同型号之间的差异呢一般不是很大 ，CPU 单核和显卡性能的差距大约在 2% 左右 ，CPU 多核稍微多一点，大约 5%， 都不算很高。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暗影精灵11的3号机和5号机了，这俩在 R13 循环中异常抖动比较明显。另外5号机在多个显卡测试中的成绩也是垫底的，表现一般。理论性能差距不大，那么具体到实际游戏帧数上呢？我们还是分成高 GPU 瓶颈的大型单机和高 CPU 瓶颈的高帧率网游2个板块来进行测试。先来看一下战旗签的单机，首先是自带 Benchmark 的古墓丽影暗影，10台战旗签中有8台都是101帧，最低和最高分别是3号和8号，差距 2%， 这和前面 Time Spy 的测试成绩一致。赛博朋克2077我们也采用了自带的 Benchmark， 这次最低和最高的分别变成了6号机和7号机，相差约 2.48%。比古墓丽影略高一点点。网游这边我们都采用了 1080p 低画质，尽量反映 CPU 瓶颈的情况。首先是 CS2， 最低的是5号 416.1 帧，最高的是9号，相差 3.28%， 比单机那边略大一些。我们和前面的 CPU 和 GPU 测试的成绩都比较过了，相关性呢不是很明显。另一个游戏是全面战争战锤3的 Mirror DLC Benchmark， 最低画质下的 CPU 的负载也是比较高的。这里帧数最低的换成了6号，前面 CS2 最低的5号反而成了最高的那个，差距达到了 6.28%。如果要找原因的话，6号和5号在前面 GPU 测试中分别是较低和较高的2台，但是跑分差距远没有帧数里这么大。然后是暗影精灵11，在古墓丽影里10台电脑的帧数都在94到95，几乎是没有区别。然后是2077，最低的是5号机 47.86 帧，最高的是4号机 49.7 帧，相差 3.7%。综合前面 GPU 跑分的结果来看，5号的显卡表现确实不太行，拉了也正常，而4号呢则是显卡跑分相对较高的一台。
高帧率网游这边 CS2 里最低的是6号，最高的是9号，相差 4.13%， 没找出和理论跑分对照的规律。而且最低的6号反而是 RF3 单核中得分最高的那一台。全战战锤3的差距呢则比较明显，最低和最高换成了1号和3号，相差来到了 6.38%。这个结果同样也不太好解释。1号的成绩明显比其他9位低一截，但是它无论是在 CPU 还是 GPU 的理论测试中表现都是比较好的。接下来该华硕天选6 Pro 上场了，古墓丽影的帧数依旧比较稳定，都在101到102帧，没什么区别。2077的差距略大一点，最低的2号和最高的5号相差了 2.79%， 但是它俩的 GPU 跑分差距并不大。CS2 中最低的是4号，最高的是1号，差距达到了 6.69%， 比战七千和暗影精灵11都要大。不过这两台机器的帧数和理论跑分也没有对应上，帧数最高的1号，它的 RF3 单线程分数反而是最低的。全战战锤3中帧数最高的依旧是1号，帧数最低的换成了8号，192.2帧，相差了 4.52%。最低的8号没看出什么端倪，但是1号在4个游戏中有3个都是第1名，帧数表现确实比其他几个好一点。最后一位是极光 X， 古墓丽影的帧数呢在100到102之间，最低的是8号，最高的是7号。2077的帧数差距更大一些，最低的4号和最高的10号相差 2.71%。10号在前面的 GPU 理论跑分中是4冠王，帧数高也是应该的，而4号在跑分中则是偏低的那一个，帧数和跑分对应的比较好。高帧率网游这边 CS2 最低的是3号，最高的是6号，相差 7.4%， 这个差值是4个型号里最大的。和理论跑分对比的话，规律则不太明显。全战战锤3里最低的变成了4号，最高的换成了10号，相差了 3.94%， 这个相差幅度又成了4个机型里最小的了。简单总结一下游戏测试的结果，同一型号的10台机器里，大部分游戏帧数很接近，但是最好和最差还是有些落差的，而且幅度明显要比理论跑分要高。另外，高帧率网游的个体差异比3A 大作要高，经常超过 5%， 勉强算是可以感知到。不过游戏帧数的情况和前面理论跑分的结果呢，并不能完全对应上，只能说理论性能好的电脑帧数高的概率呢更大一些。好，最后是散热，我对这个项目是放低了预期的，毕竟在我们过往的测试中遇到的各种硅脂没抹匀、散热没装好、液晶偏移的机器。依旧是先看斗战者，斗战模式双烤，10台机器的 CPU 显卡功耗都是一样的，均为87加114瓦，而温度差距则比较大。CPU 这边最凉快的4号机只有 84.6 度，而最热的9号机则达到了 90.6 度，相差6度。显卡这边温差相对较小，最凉快的1、2号机和最热的6号机相差了 3.8摄氏度，感觉还是 CPU 对于机热更加敏感。而噪音方面，10台电脑都在 56.8 到 57.2 分贝这个狭小区间内，基本没有区别。表面温度方面，我们都拿最热的键帽来比，最凉快的一台是3号 43.2 度，最热的是1号 45.8 度，差距不算大。我们还把表面温度和前面的核心温度比较了一下，并没有发现特别明显的规律。核心温度高的机器，表面温度可能偏高，也可能偏低，比较随机。到了单烤 FPU 这个环节，10台机器的功耗就开始不一样了，最低的118瓦，最高的123瓦，温度的差别也更大。最凉快的5号和最热的9、10号机相差了足足 11.6 度。值得一提的是，最凉快的5号功耗也是最低的，理论上来说可以把功耗提上去，但是最热的9号、10号机功耗并不是最高的，它俩单纯就是散热差。最后来看一下单烤显卡，显卡这边烤机的功耗都是一样的，只有温度有超量的差异，最热的和最凉快的机器相差 3.8 度，不算很大。再来看一下惠普欧盟暗影精灵11，首先是大师模式双烤，功耗都是72加100瓦。这里要说明一下，去年我们刚测到这台电脑的时候，它的双烤功耗分配还是55加114瓦，经过几次更新之后呢，就变成现在这样了。显卡功耗的降低也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前面游戏测试帧数偏低。温度方面 ，CPU 最凉快的7号和最热的6号机相差 6.8 度，显卡这里最凉快的2号和最热的4号机相差只有 2.4 度。噪音同样相差无几，都在 57.7 到 58.3 分贝之间。表面温度方面，10台暗影精灵11之间差距很小，最高温在 39.3 到 40.5 度之间，相差只有 1.2 度，基本感知不出来。单烤 FPU， 其中9台暗影精灵11功耗都是72到73瓦，唯有1号机天赋异禀，能够跑到82瓦，
比同僚多了9瓦。不过呢，它的温度也是最高的，比2号机高了5.7度。单考显卡部分，功耗都是拉平的114瓦。和前面测试不同的是，这次显卡的温差比较大，最热的1号相比最凉快的2号机、6号机高了5.7度。而在前面的双考测试中，1号机并不是最热的。接下来是华硕天选6 Pro， 增强模式 CPU 显卡功耗都是一样的55+114瓦。温度方面，4号的 CPU 温度最高为92度，比最低的2号、9号机高了8度。而且4号机的显卡也比较热，是第2高的。显卡温度最低的2号和最高的3号差了4.4度，这个温差比战七千和暗影精灵11都要大。噪音方面，6号是最吵的，4号紧随其次。看来4号机的散热是真的不太行啊。最低的和最高的噪音相差1.3分贝，勉强能听出差异。我们注意到4号机和6号机的 CPU 风扇转速比其他同伴高一些，和噪音数据是相符的。表面温度上依旧按照最热的键帽来看，最凉快的是2号38.9度，最热的是7号42.7度，相差3.8度。这个差距比战七千和暗影精灵11都要大一些，算是可以感知吧。单考 FPU 功耗均为90瓦，温度上4号和6号依旧是最热的95度，但是9号竟然能够做到只有79度啊，相差了足足有16度啊，这样的差别未免也太大了吧。另外从前面的 R23 循环成绩来看，4号也是偏低的。单考显卡这边最热的换成了3号，最凉快的是2号，两者相差了5度，差距比较明显。最后来看一下机械革命极光 X 高能狂暴模式下双考，功耗均为65+114瓦。CPU 温度最低的是3号和4号，最高的是8号，相差了4度，是本次4台机型里差距最小的。显卡这边最低的是5号，最高的是3号，相差4度，稍微高一点点。噪音方面差距只有0.5分贝，不太明显。表面温度上都比较最热的键帽，最凉快的是10号45.4度，最热的6号则是47.2度，差距不算特别明显。单考 FPU 10台电脑的 CPU 温度都在94到95度，可以认为全部顶强了。功耗则是有一定的差距，最高能够跑到145瓦，最低的8号是133瓦。还记得前面的 R23 循环测试吗？那里的8号表现也是最差的。单考显卡10台电脑的功耗会有1到2瓦的差别，重点看温度，最低的4号是71.8度，最高的1号是76.7度，相差4.9度。总结一下，散热这部分我们能发现容易出问题的主要是 CPU 这里，每一个小组内部的 CPU 温差都要比显卡要高，这可能和 CPU 核心发热密度高，更容易积热有关。散热模组轻微的装配误差都有可能影响散热效果，而表面温度和噪音区别呢则比较小，不太容易翻车。分型号来看，战七千和暗影精灵的品控相对更稳定一些，温差和功耗的差距比较小。天选6 Pro 主要是4号机的落差有点过于明显了，每个有 CPU 散热的项目都垫底，噪音也更高，给我留下了不太好的印象。极光 X 也存在一个表现不佳的，就是8号机，不过它至少噪音没有像天选4号机那样高一截，实际使用中影响不是很大。经过了开箱验机、功能测试，再到屏幕、硬件、性能、散热和游戏的一系列检验之后，这40台笔记本的电脑品控考试结果，大家应该心里都有数了。本次测试中，外观绝对零瑕疵，硬件抽奖1等奖的完美机器真的不多，也能说明品控问题必然客观存在，只是问题的类型和严重程度不一样。在这40台全新电脑中，从外观和基础功能来看，完全过关的只有15台。这其中还包括了部分外观脏污等一些我们普通人能解决的小问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其他25台都不能用啊。像战七千的电源键不居中，暗影精灵的机身、适配器划痕，它们不影响笔记本的核心功能，只是比较影响心情。我们这次甚至还碰到了疑似二手，如果你买到的新电脑也碰到了这种情况，那建议优先考虑退换货。而一些更严重的功能缺陷，像部分机型的屏幕坏点，天选6 Pro 的触控板按压失灵，这部分属于明显的质量不合格，会影响产品使用，肯定是不能忍的，这到时候必须果断行使退换货的权利。那除了外观功能，硬件抽奖也是常态，屏幕、硬盘是本次的重灾区，实际性能差异也比想象中要大。而我原本最担心的散热、性能表现，反而看起来各家在这方面的品控都还挺稳定的。
40台机器里面，顶多也就 CPU 温度表现、噪音表现有区别，没有出现一台真正意义上的散热严重翻车、游戏帧数差异巨大的机器。这时候我们可以回答开篇的问题了：买一台笔记本电脑到底存不存在抽奖呢？答案是肯定的，而且中奖率并不低。不过我们做这期视频并不是为了揭短啊，而是为了让大家知道，消费者想要的完美和厂商能做到的达标本来就不是同一等级。看似外观功能不达标，但是机器仍然可以上市销售，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厂商卖电脑，他们最看重的是产品的散热、性能。只要这2项过关，在厂商看来，电脑就是及格的了。我猜测啊，他们考量的是，他们只要保证性能及格，电脑的核心硬件运行正常，特速率、售后率也是较低的。至于其他外观外设、系统功能，对于电脑的使用来说都是小毛病。那么面对现状，作为普通消费者，我们能做什么呢？对于不熟悉产品细节的电脑小白，我们建议你可以参考视频中的验机步骤，自己动手检查一下新机，尤其是外观外设、屏幕坏点。至于性能表现、散热，应该不用太多担心。验机过程中最好全程录制视频，万一真的发现问题，及时与电商平台或者品牌客服沟通，你手中的开箱视频就会变成行使退换货或者保修权利的最直接、最有力的证据。在参数内卷、价格血战的今天，对于消费者来说，比跑分多高几分更重要的，我认为反而是省心、稳定的品质表现，以及完善的售后保障渠道。衷心希望笔记本电脑的品牌未来能够更重视产品的品控，让买电脑不再像拆盲盒。OK，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如果对你有帮助，不妨来个长按点赞，给我们来个一键3连支持一下。如果你想每天都和我一起互动，可以关注一下比巴评测室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交流买本心得，帮助电脑小白，这是比巴评测室，我是猪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